Hello，大家好，今天是1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如期见到低点，出现了2天的大涨，这次的短线利润你把握住了吗？开心过后，今天的视频阿哲可要提醒一下，美股短线又有风险信号出现，可要小心了。英伟达再次形成三阳小顶，特斯拉遇阻回落，纳斯达克遇到趋势线压力，出现长上影线。目前很有可能是美股短线获利兑现的区域，我们看到今天的图版。那么今天我们来到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28期。那么今天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我们老样子看一下纳斯达克的市场观察，会通过趋势结构和空间点位测算来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关于个股的技术面的一个分析，我们会通过技术面来讲解英伟达、特斯拉的技术面专题的一个报告，以及会通过技术面来讲解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比特币相关概念个股的技术面快报。因为本期视频所要分析的标的比较多，所以时长可能会难以控制。那么阿哲把所有的目录整理成了时间轴，在下方你可以看到有明确的时间标记。如果你的时间比较着急，或者说比较匆忙，那么你可以点击下方的一个时间轴来看到你最想要关注的那一个标的中。也希望阿哲时间轴的整理能够对你有所帮助，解决你一些疑虑。而如果您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阿哲希望您能够从第1秒开始看到最后，那么一定对你有一些帮助。那么在讲解第一部分趋势结构分析之前，阿哲想要告诉大家目前市场所面对的一些价格情况。第一个是曾经的股价上涨，我们通过一个价格模型叫三阳小顶，这个模型也是当前英伟达所出现的，所以这个价格结构我们当下需要再次的去复习一下。那么通过三阳小顶，我们可以在这一个高点附近识别风险，在前期这一个高点附近识别风险。那么同样的，股价上涨有方法通过 K 线来识别风险，那么股价下跌我们也可以通过三阴星值来发现这是一个低点，以及前面这里是一个低点。这是阿哲之前就有讲过的方法。那么在24年我们讲过很多次，25年它又再次出现，我们曾经也把握到了一些高点的逃顶和低点的抄底。那么来到25年，我们同样用三小顶和三阴星值一样可以把握到一些新的高点和低点，这是阿哲所认为的，也是阿哲所相信的。因为本期视频时长的原因，那么三阴的星值阿哲就不再多的去复习和强调了。如果你对于三阴星值本次下跌怎么去买进这一根 K 线，把握到短线的上涨，你想要知道这个低点以及前面这个低点是怎么来的，你可以看一下在1天前阿哲周天的直播，当时是早上香港时间10点所展开的公开直播，在这个视频这一个直播的回放当中就有讲到三阴的星值反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三阳小顶。三阳小顶很简单，它需要有3根 K 线，或者说它应该是在连阳中出现。当市场出现了1天阳线、2天阳线、3天阳线，第3根阳线它的实体比第2根阳线是有所缩短的，而且是明显缩短，那么这种上涨一般预示着风险的到来。我们看到最左边的这个行情，股价上涨出现了1根阳线、2根阳线、3根阳线，3根阳线连续出现，第3根阳线它的实体比第2根阳线实体有所缩短。那么实体缩短为什么意味着上涨动能衰竭，风险有所出现？因为在蜡烛图的3要素当中，影线、实体、颜色，而它的实体代表股价涨跌的动能，股价上涨，实体如果放大，说明上涨动能强势，而如果股价上涨，它的实体是由大到小，由大变小，那么就说明上涨动能是由强变弱，而在连续上涨当中出现这种状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短线的风险信号。它的处理技巧一般有2种，一旦遇到三小顶，你可以直接左侧开始卖出股票，另外的处理方案是在最后一根小 K 线实体的阳线底下设一个防守位，股价跌破认为这是风险的出现，包括这个地方也是的，股价跌破认为是风险的出现，那么后续股价的运行最好能够回归这个三小顶的防守位之上，我们认为行情还有上涨空间。那包括目前的股价走势也是如此，价格上涨3号 K 线的低点它的防守位之前被跌破了，引发了风险，引发了市场下跌，而目前价格反弹
又在这一个地方形成了长长的上影线，这本身也是一个压力位，本身也是一个风险的提示。之前跌破它产生了下跌，现在反弹遇到它又产生了压力，所以股价走到这是一个强弱分界，能够过去说明前方跌破已经修复，风险释放，而后机会产生。如果到这个位置不能够修复，不能够重新站回，说明风险依旧，只是反弹，股价后续还有风险。这是通过3小顶模型我们目前的一个观察。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趋势结构分析，趋势线上我们通过趋势线的划分，最近有得到很多的信息，以及呢一些有效的支撑和压力位。从曾经的这2个高点我们延伸出的这条线，我们会得到很多的帮助。之前股价从这个高点后的下跌，是不是打到了这一根趋势线的线上产生了支撑，然后价格出现反弹？而目前反弹后高点再次的回落，你会发现又是下跌，跌到了这个趋势线的支撑之上，而后又产生反弹。而目前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也是你可以看得到的。那么在今天的视频当中，阿哲增加多了一根趋势线。前期我们可能只画了这一个高点的横线，以及这2个高点的以及这2个低点的2条上行趋势线，而现在阿哲重新再增加一根趋势线。那么这根趋势线呢，目前正在形成当中，还不一定会完全有效，因为它是由前方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的这2个高点所形成的。前期有2个相对降低的高点，形成了下降的压力线，而价格触及前面支撑的趋势线后反弹，反弹过程当中，股价目前又再次碰到这个下行趋势线，而后产生了长长的上影线。目前这里是一个压力，而且压力当前还是有效的。如果目前的股价在后续，比如说今天出现了一根阴线下跌，形成了顶分型结构，那么这里将是一个被确认有效的下降趋势线，下降的压力。而假如今天的价格持续上涨，继续创新高，把趋势线突破，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趋势线当前则无效，压力呢不存在，市场会继续看涨。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在趋势线分析当中，目前的趋势迎接到了一个考验，是前方这个小压力的考验。这里如果再次的回落，将是一个趋势线有效的确认，是一个高点连续降低的状态，以及低点也在降低的状态。那么趋势上相对有点弱势，它就真正的确定了一个下降的通道。那么只有等待突破才能够转势，才能够比较好的中期看涨，这是趋势线上我们去关注的当前的一个压力线。以上是关于趋势结构、趋势线的一个支撑和压力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固比双线的观察。在周天的视频当中，我们除了讲3日的新值反转之外，我们同样也讲到了另外一点，叫做片线的结构，趋势的结构片线。那么当时我们用到了2根线，这2根线呢是来自于 GMMA， 也就是固比均线里面的最开始的2根线，短期均线的头2根，它是 EMA3 和 EMA5。那么股价的运行当中，我们在最近的纳斯达克日线图中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固比均线这2根线的一些片线行为。在图表当中的 K 线顶上标记一个上的，说明当时是一个2线的金叉 EMA3 金叉 EMA5。 那如果股价标记一个下的，说明当时是 EMA3 死叉 EMA5， 那么也就是一个很传统的金叉和死叉的提醒。当然这里呢，阿哲不是告诉大家你金叉可以买进或死叉可以卖出，我们要去识别的是股价的运动当中，如果价格是强势的，那么正常出现了死叉的时候，那么市场往往会有多头的救场，那么这种下跌死叉的动作容易构成一种骗线行为，后续反而会见到低点。而市场如果是弱势的下跌反弹或多方不强的情况下，那么在形成了金叉之后，我们会发现的是容易是一个高点，或容易呢是一个检验多头是否强势的点。如果多头不强，那么这里将会很容易遭到空方的反击。所以你会在24年很多的行情中走势看到日线图表中，这里出现了一个纳斯达克指数的死叉 K 线，这里也是一个死叉 K 线，包括这个位置以及这个点位都是纳斯达克指数近切时间内的2线的一个死叉，但你会发现死叉的位置都是一个低点附近。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当前的纳指多头是很强势的，一旦出现了死叉，
就有多头来救场，就有多方重新的进场，空方再次被打压，再次的止跌。所以很多时候这种死叉的地方很容易在多头强势时产生回调的低点，而股价的上涨也是如此。如果股价上涨出现了金叉行为，那么金叉这一天将检验多方是否真的强势，这一天的高点要被有效站上突破才算是多方强势的表现。这一天站上了，这一天跌破，那么风险产生，到了死叉见到低点。好，那么这一天又是金叉高点突破，说明确实多方强势延续上涨，后面股价没有再次有效跌破金叉 K 线的低点，略微跌破死叉立马站上，后续延续强势上涨。这一天也是一个金叉 K 线，高点立马被突破，低点不被跌破，所以股价呢是多方强势没有问题。那我们把图表清理干净，这里第一点死叉后反弹，反弹过程当中这一天是金叉，金叉高点没能被突破，低点快速被跌破，说明这里的检验是多方在此处是弱势的，空方反攻强势，价格下跌。而这里呢是一个死叉 K 线，低点没有被有效的跌破，跌破1天、2天、第3天立马长阳反攻，而后加速上涨，它的低点没有被跌破，高点被突破，所以这里呢是一个空方弱势衰竭点，多方强势进场点。而价格上涨，像这一天我们昨天的行情是一根长上影线高开的一根10日星，那么这一天是一个金叉 K 线，首次金叉，那么这一天将会来到一个多头被检验的地方，多方是否真的强势，还是说它又是一个反弹？空方在这里如果直接反攻，则说明目前的多头在变弱，而空头还没有变强，它将会形成一个相对震荡的格局。所以这一天的高点最好能够被快速的突破，只要能够被突破，说明这里将跟前面不太一样，它不是反弹。如果不能突破，在趋势上来看，这里将又是一个反弹高点。如果立马快速跌破，空方还是一个强势的动作，它会去引导市场下跌。这是呢我们在当时直播的时候讲到的一个双线操盘的技巧，通过金叉死叉关注多头空头是否真的强势以及还是弱势。希望这一个方案可以对你对目前的市场能够有所关注，当前你也可以用它来关注一下你手中的个股有没有金叉之后持续上涨，死叉之后停止下跌。那么如果有，恭喜你，你手中的是一个强势个股。那么以上呢是关于趋势的结构观察，我们通过趋势线以及固比的双线来发现目前是一个关键的关口。那么以上内容如果听到这里对你是有所收获的，那么老同学可千万不要忘记了，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同时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在阿哲视频底下留下一句您宝贵的评论或者说建议都是可以的，感谢老同学的支持阿哲的创作。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今天第一次来到阿哲的频道观看阿哲的视频，那么如果以上内容对你是有所帮助或者说启发思考的话，那么也希望能够结下更深的缘分。你可以呢在阿哲频道视频底下点上订阅按钮，订阅之后可以点开所有的全部的小铃铛通知，那么以后阿哲所更新的每一期行情解析视频在发布之后，你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包括周天和周一早上10点的直播，你都可以及时的知道阿哲的安排和课表。那么也希望呢能够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和各位同学进一步的研究技术分析，和在美股市场当中能够去持续的盈利。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关于空间技术的分析。空间技术点位分析是阿哲呢用于指数以及个股当中的一个空间右侧判定的方案，它可以告诉我们当前股价的上涨是否强势，下跌是否强势，通过很直观的方案能够告诉我们目前是否能够买进，或者说是否有风险要去卖出。而关于指数的空间点位测算是阿哲呢对于新朋友新订阅观众的一个福利。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图表当中的左侧这里有一则信息，这是 Telegram 当中阿哲每天美股盘前开盘之前会去编辑会去发布的一条短信。只要你是新订阅观众，那么你至少呢能够收到阿哲半个月的一个消息提醒。第一个是有关市场当中阿哲的一些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以及某些关键个股的点位提醒。我们看到第一部分，那么这是1月6号阿哲昨天在香港时间2点16分，也就是美股盘前所发布的一条信息。那么第一部分是阿哲对于当前美股的观点，那么阿哲有说到
目前对这个底部的判定是不太容易直接见底强势上涨，应该容易是曲折的震荡，要有2次回踩的准备，应该分仓去做多，遇到小顶要记得短线获利离场，这是当前对于美股市场这个低点的一个判定，也是阿哲的一个小小的预测，不一定完全的准确，我们以实际市场的走势为主，但是呢，我们可以以这个方向去跟踪去验证。而下方呢，这里有一个纳指的关键的高点和低点日内的预测点位，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认为，如果当天的多空没有异常的话，市场当中当时的高点和低点应该收盘收在这一个高低点区间之内。而假如当天的收盘如果跌破了预测的低点，那么这个支撑则说明空方强势应该看跌。那如果当天的收盘能够去突破预测的高点压力，则说明多方强势异常的强势应该看涨。所以呢，我们要去关注收盘能够突破高点的行情，或者说小心收盘跌破日内预测低点的行情。那么在图表当中的表现，阿哲呢会把它标记 K 线底下的红灯和绿灯。如果当天的股价收盘突破阿哲预测的日内高点，那么多头强势则会亮出绿灯，后市看涨。而股价如果调整出现了红灯，说明当天收盘跌破股价日内预测的支撑位，那么后续风险释放应该看空，应该看跌，后续是风险。而我们在最近从这个高点3小顶上涨见到风险下跌以来，是不是从这一个红灯开始一直的延续风险？这一天是一个风险的提示，它呢也是一个相对偏晚的卖出信号了，但是它有时候也会很及时。那么后续股价下跌一直呢都没有灯，没有灯说明什么？当天的收盘是在正常的范畴，没有突破，没有跌破，但呢它是一个惯性下跌。而惯性下跌时，我们要去关注什么时候有绿灯出现。在上期视频当中，阿哲给到了一个点位，收盘突破将会有绿灯，那么那一天你应该是看到的。如果您是新同学，也可以翻看阿哲的上期视频，当时有给到一个绿灯的点位。那么当天确实收盘突破了，所以当天底下出现了绿灯。而绿灯在连续下跌时出现，你要关注它呢，有机会是一个止跌，特别是行情强势时，是吧？股价出现下跌，有红灯，所以开始空方变强，出现下跌。而下跌途中，你只要知道目前是上升的，是上涨的，那么它是一个回调，就等待绿灯的出现。到此，我们认为市场会重新上涨。那包括这一轮的下跌，是不是红灯之后有绿灯，股价见到低点开始反弹？那么这一次也是高点之后下跌，红灯之后出现绿灯，好，绿灯开始，股价反弹。目前依旧保持绿灯，因为昨天收盘价站在了19759.71之上，所以这一天它依旧是个绿灯。但是大家注意了，不是说只要是绿灯就没有危险。因为你会发现股价的高点有时候也是由绿灯产生，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物极必反，有时候连续的强势容易过阳则阴生，那么物极则必反，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高点的位置它也是一个绿灯 K 线，很多低点的位置它也是红灯 K 线。那么股价在红灯之后的守绿要关注，那么在连续绿灯之后的守红也要小心。而如果是连续的红灯，连续的绿灯，那么我们就要实际的去分析，具体的去观察。所以目前是一个连续的绿灯走势，那么连续的绿灯你要小心的是股价的红灯出现。那么今天的红灯要怎么才会出现？看到下方的提醒，红灯的点是19824.99，那么股价如果今天收盘往下跌，收盘收在19824.99之下，那么只要收在这之下，今天收盘比它低，就会有首根上涨当中的红灯出现。那么红灯出现，特别是在短线反弹之后出现红灯，就要小心了。短线反弹上涨后出现红灯，就要小心，是一个相对右侧并且大概率确认的风险点。而关于这一个红灯和绿灯构成的点位测算，阿哲呢是每天的盘前，美股只要开盘，阿哲盘前呢都会把这个红绿灯的关键支撑日内的点位告诉各位。所以如果今天市场如果没有跌破，也没有突破，那么依旧在运行或震荡，那么阿哲呢也会在后续更新，每天的红灯点和绿灯点是不一样的。而假如您是一位已经订阅了阿哲，特别是今天新订阅阿哲的同学，
那么至少呢，你会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享受到阿哲的这个限时的福利信息。也是呢，感谢今天第一次见面就能够订阅阿哲的同学，也希望这半个月的消息能够对你有些帮助，给你带来一些收获，或者说帮你规避一些风险。接下来阿哲告诉大家如何在订阅之后能够收到这条消息。第一步，首先你一定是先订阅了阿哲频道。第二步，你可以看一下阿哲下方视频的评论区，在下方呢有一个评论区，阿哲呢有发了一条评论，置顶评论当中有助教老师的一个联系方式，是一个 Telegram 的链接，点击之后你就可以添加助教 Telegram 的一个联系方式，而后可以给助教老师发送2个字，叫做盘前。那么他就知道您是阿哲的订阅观众，并且想要领取这一个限时的信息福利，每天盘前希望看到这一条信息以及阿哲的一些观点，那么他就会在盘前提醒你我的一个信息写了什么。所以大家注意了，怎么去领取这条信息呢？很简单，先订阅阿哲频道，而后呢在下方评论区找到置顶链接，点击里面的 Telegram 链接，找到助教，发送盘前这2个字，就可以报名后续半个月的时间的一个福利信息的领取了。如果你现在已经领取，那么阿哲呢还要提醒一句，我们的订阅观众还远不止一条信息那么简单。首先，除了盘前解析以及点位预测之外，我们还有另外2重福利，一个呢是粉丝群组，里面专门做知识答疑以及技术分析的分享和学习。第3部分是进阶知识以及内部直播。那比如说在本周我们就有一个课程叫四维操盘体系，专门讲价量时空4个维度的操盘攻略，从6号到10号，也就是说本周的周一到周五都会有内部的课程。这5节课程如果你学会了，至少对于技术分析4个维度价量时空的分析会有一些相对应的方法和技巧。你思考一下，目前你的交易更多的是从哪个维度去分析？是价格、时间、空间还是量能？如果你都不会，或者说你仅会其中的一种，那么很可能是不够的。所以在本周这5节内部课程当中，如果你能够参与并且学习，那么对于你技术分析的基础框架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并且已经找到助教，那么也记得可以跟助教老师报名参加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这里呢有一点要补充，就是粉丝群组。这个粉丝群组不是说每个同学都能够进入群组的，因为这个群组专门是作为知识的答疑和技术分析的学习。如果您不是对技术分析感兴趣的，您是没有必要加入的。好，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认真学习并且是对技术分析感兴趣的？也很简单，你只要听过1次内部直播，并且完成1次内部直播的作业，那么就可以跟助教老师申请加入粉丝群组。这一个作业呢也很简单，我们每1节内部课程，你说阿哲我是8号的时候才参加，明天呢才能听课，那么8号的课程听完，做1次阿哲所布置的作业，你就可以跟助教老师申请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组了。那么也希望呢在群组当中你能够得到你所想要的知识的答案，以及学到你想要学习的技术分析的一个方法。以上这3个部分就是对于订阅观众阿哲所提供的一个限时福利，只要你是新订阅的同学，至少半个月内你都可以享受这些福利。以上是我们的第1部分关于纳指的趋势分析和空间点位的计算。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是关于英伟达和特斯拉的专项技术面分析，我们会通过几个维度来去解析。我们看到英伟达的图表，在目前的图表当中，你会看到一些关于空间结构上的划分，也是阿哲呢花了比较长时间的。那么第一个是前方高点所形成的密集筹码区域，在周一的课程当中，我们画过一个趋势结构，股价的上涨回调，而后突破，再次的回踩。在一个大的结构上，股价的走势，目前英伟达走的是这个结构，而价格的回踩，它并没有跌破前方的这个高点的区间，说明这个回踩是一个正常的回调，结构是一个正常的。而按照结构的走势，它应该也是正常的往上运行，那么它就应该去突破前方的高点，这是一个结构的形成和它的一个变化，因为前方的结构已经形成，而目前的回调并没有打破前方结构的稳定性。那么结构稳定，多头强势，那么这个低点形成后，股价的上涨应该能够突破前方的这个高点，去往上进行再一次的新高，再一次的推进。这是呢在我们周一的时候讲到的一个观点，通过结构的角度去分析目前的行情。但是呢目标方向是明确的，会去创新高，会去上涨，后续股价是上行的。但是
方向是明确的，但过程有可能是曲折的，没有那么容易一步到位。所以价格在连续的3天上涨之后，走出了一个三阳小顶结构，出现了3天的阳线，1天、2天、3天。第3根的阳线实体呢比第2根阳线明显缩短，缩得很短，并且有长长的上影线，这是一个空方反转非常明显的信号，股价的空方力量已经开始冒头，并且股价面临的是左侧同样的长长上影线，而且是一根放量长上影线的压力，而且这里还是一个空间的压力 154.28 149.99， 这个压力区域呢是阿哲曾经画了很久，放在这里放了很长时间的，当时这里遇到了高点，而目前反弹又在这里再次出现同样的局面，冲高回落，没能够去突破 149.99， 更不要说 154.28， 再次的回落到这个区间，遇到一个压力区，冲高回落长上影，三小顶形成，那么这里当然是一个风险区域，所以英伟达要有所小心。而英伟达如果要小心，市场当中大部分个股都应该小心，因为本次的纳指的启动，低点的强势反攻，基本上就是英伟达所带领的，他所领导的。如果连英伟达在这种情况下都预主要回落，都预主可能要回调，那么你觉得美股纳指整体的情绪它会延续吗？就很难，就也会跟随着英伟达的回落而产生回落。那么三阳小顶的风险大还是小？我们要看一下它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又是很标准的长上影线加小阳线、小 K 线，所以这个风险是蛮大的。你也可以去回顾一下之前英伟达所出现的每一次三阳小顶，基本上都有风险释放。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英伟达的图表，日线图表，而图表上有一些小小的标记，就是类似于这种10日星的标记，那么它就是一个三阳小顶的信号，股价3天阳线，第3天实体缩短，就是三阳小顶。那你看一下，从股价左侧是24年4月22号，右侧是最新的行情。那么在这种走势之下，横跨了半年之久，它出现的三阳小顶有几次？我们简单数一下，是不是大体有7次？有一次呢不太标准，这一次呢是下跌中出现的，它不是一个三阳小顶。除此之外呢，就是7次左右。那你会发现，这里形成了股价后续是不是短线出现了回落？这里形成了股价短线是不是也有回落？这里形成了股价短线不止回落，还是一个高点。那么这个地方形成了股价短线回落，这里形成了股价见到高点，这里形成三阳小顶，股价也连续调整了1周。好，那么目前股价上涨又出现三阳小顶，而且这个三阳小顶呢还是前方的高点处形成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它的风险会比底下的这个三阳小顶要大一点，因为位置更高，左边的压力更重，而三阳小顶它更加标准。而对于三阳小顶呢，我们有一些操作的方案可能会有些不同。我们说过，三阳小顶形成之后，你有一些操作的不同，一个就是上涨直接卖出，规避一些风险的调整。我不管呢后续是深调、浅调还是一个高点，那么股价上涨出现三阳小顶，我就去卖出，规避后续的风险。它浅调也好，见顶也好，不调也好，反正我就先规避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低点做防守，跌破我再卖出。我们来放大图表来看一下，比如说股价出现三阳小顶，那我不冲高卖，我就等它跌破再卖，跌破之后我去卖出，当卖出之后又立马的收回了，我们说这种呢可能是牛回头，可能是骗线，你可以呢重新的去看涨，以三阳小顶的低点呢做一个操作。我们再往上看，这里呢也是三阳小顶吧，股价跌破有效吗？跌破1天小跌破，而后长下影线，不是有效跌破，股价继续上涨。而到这里呢，出现三阳小顶，又是一个负线，所以股价的下跌杀伤力比较强，这里是一个风险。你说我三阳小顶时我不想卖，好，那这一天呢是一根负线大阴线，我应该卖出了吧？那股价在这里出现了三阳小顶，价格是不是跌破？跌破卖掉，后续呢震荡了1周，股价重新站在三阳小顶的低点之上，站稳，突破回踩再突破，而后我们认为这里是一个小调整。那像这一个三阳小顶呢，股价低点是不是直接被跌破？跌破反弹，跌破反弹又跌破，是不是价格一直都不能突破？而跌破之后呢，也站不回来。那像最近的三阳小顶，它的表现是不是股价它先是跌破，当跌破之后呢，很快又站回来，而且是跳空大涨，大阳线站回来，还创新高了。
所以这里开始我们知道三小顶调整结束，价格后续启动。那包括现在你说阿哲目前上涨啊，我知道呢左边有压力，左边呢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压力，那么这里呢又有一个长上影线是风险，那我不想卖，但是呢我就不想在上涨时卖出，那这里呢我不想卖出，那怎么办？把低点做防守，跌破再卖也行，慢呢是慢一点，风险承受呢会大一点，卖呢也会卖得低一点，但是你只要舒服，你说跌下来再卖也是可以的，确认性呢会更高一点。所以目前的股价从一个 K 线实体来看，英伟达它呢是相对的上涨动能有所减弱，而空方开始冒头，出现了长长的上影线。这里要破局，那最好呢在今天或短期快速的一根阳线把上影线吃掉，就可以说明动能衰竭转为动能恢复，再次增强，那么我们可以继续的看涨，特别它突破可以把前方154的压力位同步突破是最好的。因为英伟达如果同步的把这个区间给突破了，那么上方我们的空间下一个重要的压力位会在168，那么这个空间是比较大的，操作空间呢就比较广。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话呢，依旧看一下这个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窗口我们讲了有很多期了，这是一个6天的时间窗口，也就是说股价的这一个区间之内呢是有6个交易日，而它的开始是在前方的低点的位置。这里简单教一下新订阅的同学，或者说你第一次听阿哲讲这个6天窗口的同学，我们来教一下大家怎么去画这个窗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这个窗口我们先要找到一个点，这个点呢是2024年4月22号特斯拉的行情低点 138.804。那么现在我们打开画图工具，画图工具当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周期线，把周期线的左边这根阴线选中，然后拉到这个高点 198.87 这一天，那么你会得到一个间距为6周期的一个窗口，那么以此呢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所要的这一个特斯拉的6天窗口的周期线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最近经常在提到这个6天的窗口的周期线啊？第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目前它即将形成一个6天的窗口，这里是1、2、3、4、5，那么今天的 K 线走出来将会再多一根竖线，也就是新的6天的窗口的形成。一般这一根 K 线的形成，它会引发市场短线的波动加剧，比如说这一天出现股价出现上涨，这一天出现是不是价格出现大跌，这一天出现方向选择下跌，包括这里出现股价开始转势向上，这一天出现市场开始走为震荡。所以股价呢在6天窗口时会有一个小变盘点，这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么今天就是特斯拉的一个小变盘点，但是这不是阿哲所主要分享的，我们主要看的是下方的这一个窗口的提醒，是一个6的窗口。当股价从1开始数走到下一个6一个1呢就是一个6的窗口，那么从1到6就是6个6的窗口，那么6个6的窗口它不是一个小的变盘点，那么这一个位置的变盘点将会形成一个中期的变盘点。我们简单的再去讲一讲，比如说从前面这个1开始，从1走到下一个6个6的窗口，我们认为这里会产生中期的低点或中期的高点，是不是从这一个6的窗口附近开始产生一个低点，价格从这里开始上涨，而且是中期的上涨，这个低点呢刚好是在6的窗口封闭的那一天，而后股价从这个高点下跌，跌到哪？是不是也跌到了6个6的窗口？从这个低点开始走到这里6个6的窗口，在这里出现了一个中期低点，这个低点是封闭之后隔一天相对延后了一天，而价格产生了一个中期的缓慢的上涨。那高点是哪里形成的呢？是不是从这个低点开始数1之后是第一个6的窗口，6个6的窗口是不是到了这个位置？这里呢虽然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中期变动高点，但是真正的中期高点是不是在后面这一个时间区内？也就是说它延后了大概3-4天见到了中期高点，而后出现了下跌。那从这个1开始，下一个6个6的窗口在哪？是不是在这里？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提前见到了一个高点？6的封闭是这一天，它提前2天见到了一个中期高点，而后这个高点呢是隔了半个月后才出现突破，而后股价加速。那目前这里又是一个1之后走了6个6的窗口，
今天将会形成一个6的封闭的箱体，那我们就会知道价格的走势会出现中期的高低点。那从前方的高点已经是中期的高点调整，那这里会再建一个中期高点吗？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这里大概率产生的是一个中期低点，而这个低点有机会是这个低点，也就是说提前产生，类似于这个地方。所以目前的特斯拉在时间上，我们需要去关注目前这个地方它是机会为主，而不要再去盲目的去看待风险。它的每次回调我们要考虑一下，前面的低点是一个中期低点，那么每次回调，那么它应该是机会大于风险。接下来我们看到空间的话呢，就是这些空间价位了。股价在高点478.4的压力处遇到了阻力，而后回来出现了下跌。下跌途中跌破了406.71，当跌破之后1天、2天、第3天就站回来了。所以对于406.71的跌破呢，不是特别有效，而且382.26的位置支撑呢，也确实出乎我们的意料，很有效的支撑出现了强势反攻。而当前的价格昨天虽然冲高回落，但是没有跌破406.71。这里呢有一个观点，就406.71，只要它不收盘跌破，因为这里是跌破一次，如果上来又跌破一次，那就是一个很大概率的有效跌破。有效跌破406.71，那么将会很大概率再次回来382.26，那么将会再测试一下它的支撑是否有效。所以最好特斯拉的回调不要去跌破406.71，只要不跌破，那么这一波上涨就还没有结束，它依旧看涨。而假如收盘又跌回来406.71，就要小心了，它将会在这里出现一个震荡。而假如这里还跌破了361.73，就股价呢，它不止跌破了406.71、382.26，它如果向下还跌破361.71，那么我们的时间变盘的观念就有点改变。之前我们认为时间变盘点这里应该是中期低点，那如果后续跌破361.73，那么空间上将会修正。我们认为的时间变盘是低点，它是一个错误的，这里将是一个变盘的中期高点，后续将是一个中期的再次的下跌。所以特斯拉这里要注意了，它不是100%是一个中期变盘的一个低点，空间上要有所佐证。怎么佐证的？382.26不要跌破，如果连406.71都没能够去在1的窗口去跌破，那么这里将会8、9不离10是中期低点。所以我们需要用空间上的价位支撑来佐证一下时间上的判断正确，是否真的是一个中期低点的形成，这里呢是要结合一下的。那么当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资金和动能图表日线图，上方的红绿灯 K 线跟指数一样，是日内突破预测高点时产生的一个绿灯和跌破日内低点时产生的红灯。下方呢是 BBD 的一个资金图表，我们来看一下动能 K 线。最近的动能 K 线在前期连续的上涨，出现了三阳小顶，而后接一个负线，还是一个红灯之后产生了一个下跌。而下跌过程当中，这里中间有一个绿灯的骗线行为，而这个绿灯呢，后续没有出现上涨，反而再次转为红灯继续下跌，所以这是一个骗线行为。好，关于这一个绿灯怎么去躲开，能够不被骗线，其实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方案，就是我们需要更晚的去确认这一天的绿灯。假如你想要规避这种骗线行为，而不着急去买进博弈一个时间的话，你可以把它的低点连接一下下方的资金，你会发现它是一个连续流出资金之后的首根流进。我们之前说过，这种连续流出之后首根流进，并且当天还是绿灯的话，你可以把它的高点做一个连线。好，连线之后这一天有没有突破？是不是没有突破？没突破说明动能是不太够的，它有点类似于固比酸线的金叉死叉的验证，只是这个资金它可能会更加灵敏，并且会更加快速。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天连续流出之后，这一天是首次流进。如果用固比酸线的金叉，那么应该这根阴线才是金叉，但是我们用 BBD 的话呢，它会提前一天。好，这个位置高点有没有被突破？目前没有被突破，所以这个绿灯 K 线呢，强势与否有待考量。而如果这里出现一根阳线能够站上，那么我们才认为绿灯 K 线确实是下跌之后有效的转强，它的反弹能够走得更持续、更长久。我们看一下前方这里，也是连续的下跌，连续的资金流出，而后出现流进的 K 线，是不是前面呢也有绿灯，是有上涨有反弹，但整体的震荡，
而这一天是流进 K 线首根流进，它的高点已被突破，这个时候的绿灯开始是不是单边上涨，会更加强势一点？绿灯 K 线说明当天是强势，但是绿灯 K 线不能保证永远第二天也是强势，所以对于绿灯 K 线，我们进一步的去验证，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手法。而目前的特斯拉就是股价下跌反弹当中的一个考验，究竟它的反弹是强势还是弱势？如果反弹是弱势，那么这里将是一个高点，那么短线将会再次的回落，去测试一下我们所说的变盘中期的低点的有效性。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说，我们在时间上认为前方这里的判定是中期低点，但这个中期低点的判定呢，只是一个判断预测，它还不能完全的肯定和确定。我们同样需要用空间来去佐证，而价格出现了一个绿灯，可以作为成一个买进的信号，可以作为一笔仓位的买进，但千万不要买得太多，因为价格这里如果是一个中期低点，它也容易呢是一个震荡当中所形成的中期底部。我们目前所建立的特斯拉中期建仓的思路，最好是放在一个空间支撑有效的情况下，比如说406.71，今天呢依旧有支撑，依旧收阳线，好，它可以作为第二笔买进。因为382.26呢有支撑有收阳，是一次买进。那如果406.71确实有支撑，一样收阳，那么一样呢可以作为第二笔仓位的一个进场。那如果没有继续下跌，就等下一个支撑位的止跌收阳再次买进，以空间去验证时间的有效，以空间呢去进行中期的建仓，我们去小心的去分仓介入，而不要盲目的短线去追涨。以上是关于英伟达和特斯拉各纬度的技术面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部分，对于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比特币概念个股的技术面快报，我们会讲的相对的快速一些，主要的分析方面是资金和动能。第一只个股是博通，目前我们看到是博通的一个图表，在前期的分析当中，我们是不是讲过它前方是有连续的3个绿灯，3个绿灯说明前方这个反弹是强势的。那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资金，它呢之前的流出是没有下穿这个蓝色线的，我们说下穿蓝色轴，它是一个强弱之分，上方为强，下方为弱。那当前呢是一路下跌，已经下穿了，这一天下穿，好，下穿这一天 K 线告诉我们开始走为弱势区，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下穿 K 线一般是个变盘点，它容易是变盘低点。那么为什么说它是变盘低点？股价如果是上涨回调，那么回调过程当中资金的表现，它正常它的洗盘，它的一个最大的幅度，它不会去超过下穿 K 线的这一天。也就是说价格上涨后的回调，它的资金流出基本流出到蓝色轴附近，已经是一个相对极限的位置，再次的去流出或再次下跌，那么将会超出一个回调的范畴。所以这一天的低点，它只要不被跌破，这一个位置就依旧还算是一个回调。但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否真的不会被跌破，所以我们要求一般它是越快把这个价格突破这一天的高点会越好。那你会发现的是，中间连续的3天 K 线都是小 K 线，都是震荡，都没有去突破，所以这里是一个方向还没有完全选择的一个地方。而从动能 K 线来看，前方是一个连续的绿灯，当前的调整没有红灯，所以呢还构不成一个非常强势的下跌。那么走到目前为止，博通的多空双方很明显都在徘徊，都在迟疑，他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那目前我们依旧可以去看一下它什么时候会构成一个红灯，我们依旧可以关注这个点位。红灯 K 线是股价收盘跌破预测的日内低点，在周二的时候我们要关注一个价格是234.855，那么这个价格如果收盘跌破，那么意味着风险比较大，那么空方选择向下，这里呢将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调整，它应该会有再一步的下跌。那假如这里选择要向上突破了，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它应该先站在这里之上，那么这个突破是否强势，关注另外一个点位是243.305，那价格走到这个价位之上，收盘收在这之上，将会是一个绿灯 K 线，则说明目前又是一个连续绿灯而后调整后的再次启动点，所以关注这两个价格，周二看是否能够突破或者说跌破，如果依旧在这之中呢，就说明多空双方还是没有方向。接下来我们看到台积电
台积电呢最近在前方的上涨回调之后，是不是在绿灯而后红灯展开的回调？回调之后呢，出现了再次的绿灯。当时我们有讲到这一点，就是它呢又有绿灯产生，而后它是一个买点，因为是调整当中回调当中出现的。这一天是买点，第二天又是绿灯，第三天还是绿灯，连续的绿灯，它的走势并不比英伟达弱多少，只是呢当时阿哲没有强调这一只个股。不过在分析时我们讲过，这一天的绿灯呢是一个买点，因为昨天为红灯，今天为绿灯，说明昨天呢为砸盘，那么今天呢为买点，第二天高开高走，是不是确认了这一天的红灯就是砸盘？那么刚才我们讲到，股价如果是上涨回调，关注资金下穿这一天会是一个低点，容易形成低点，价格出现了下穿，是不是这一天是低点？价格出现下穿，这一天也是临近低点附近，没有有效跌破，砸盘之后再次的拉升。那么下跌反弹怎么看它的变盘点呢？价格上穿这一天，它是不是检验多空强弱？这一天的高点没有突破，价格下跌反弹。上穿这一天有突破吗？没突破，所以这里又是个高点。好，价格又来了，下跌反弹，这一天是不是一个检验多空强弱的节点？它已经突破。好，突破之后，说明台积电已经由震荡转为上涨，只是这个上涨短期也是风险出现。为什么？因为它是个三小顶，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这个位置是三小顶的第三天，它的实体缩短了，有明显的长下影线，所以走到这里，短线你说阿哲我获利了结可以吗？这一天买进，或者说这一天买进，那么这里获利了结都没有问题。当时短线2-3天有7-8个点是绝对 OK 的，在最近你的表现绝对强于很多的散户投资者。那如果你说阿哲我想要再看一下能不能再涨一涨，那你可以左侧获利部分，而后右侧呢把这个低点作为防守，价格只要不有效跌破它，我们依旧能够看涨台积电，因为它的多头是强势的，确实去突破了前方的变盘点，变盘是向上的。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谷歌的走势在昨天是异常的变化，它呢出现了绿灯 K 线，这个位置是前面是一个绿灯，而后转为红灯，是不是上涨走为回调？那回调之后，目前又出现了绿灯。它这里的绿灯红灯都没有延续，所以多头空头都不上强。绿灯之后呢是延续上涨，而后出现三阳小顶，而红灯之后呢是延续下跌，惯性下跌，没有出现连续的绿灯和连续的红灯，所以多空双方都不算强。而目前出现高开高走，出现了略微的上影线，比指数强一些，而它是一个绿灯 K 线，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买入的信号。只是鉴于呢，目前的指数同样也是冲高回落，并且英伟达也是冲高回落，所以这天买点要有所斟酌。当前的市场可能面临回调，这一天刚出现买点，有可能不是一个强势买点，而且它的左侧也是一个长长的上影线，这里呢也是有压力，所以这一天的买进最好仓位不要过重，而是试错式的买进，因为它的启动点相对较慢一点。我们再看到下方的一个资金。通过下方资金可以看到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资金是谁？是这根 K 线，包括前面这里连续流出之后，这一天是下穿，所以成为了低点。这一天呢是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它的高点没有被突破，低点呢被跌破，所以这一天也形成了一个弱势的表现，多头在这里形成了高点。那目前价格往下流出，而后流进这一天高点被快速突破，那么这个 K 线的价格只要不被跌破，哪怕这里可能因为市场回调有所波动，有所走势弱势，它只要不跌破这一根 K 线，就说明多方是强势的，依旧能够看涨。这是谷歌通过动能和资金我们看到的整体走势还可以，只是要小心市场环境目前可能不适合大批量的去做多。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话也是和谷歌有点类似，两者的强弱没有差太多。前期的亚马逊呢是走了一波连续的绿灯，连续的强势，在这一天红灯之后，股价就一直震荡了，包括这一天绿灯是吧？那我们看一下，股价在这一天的绿灯之后，立马转为了红灯。我们说绿灯转为红灯说明什么？说明昨天的绿灯呢容易是一个骗线行为，这是要小心的。哪怕你会看到底下这根 K 线它是流进的，流进被突破，
但是立马第二天走弱，第三天跌回来，是不是通过资金的关键 K 线的突破无效，以及呢通过红绿灯的转换，你会知道这一天是一个骗线，是一个上涨的诱多。好，那么现在又来了，这个位置又是一根绿灯，而这个价位和之前还差不多。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这一根 K 线，它是一个连续流出之后流进的 K 线，那低点是没被跌破的，目前被突破了，所以这个位置的绿灯 K 线呢可以作为买点，但要小心了，可不要又出现前方这里红灯和绿灯的转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怎么样会出现红灯，小心绿灯之后立马的红灯。我们要小心一个价格，就是226.225，好，226.225。那么这个价格不能被收盘跌破，是周二的价格啊，周二的价格收盘如果跌破，将又是一个绿灯快速转红灯，那么就又是一个风险。只要不跌破这个价格，那么绿灯后续就继续看涨。而我们的关键的支撑可以看到这一根首次翻为绿色的流进的 K 线的高点，它不跌破不跌漏这个区间内就还好，我们依旧呢可以认为这一天的绿灯买点是 OK 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比特币相关的个股 MSTR 在连续的下跌之后，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晕线。当股价出现了一根 K 线，它的实体包括它的影线，当天所有的价格都被昨天的阳线所包裹，阳线实体所包裹是最好的，那么这就是一个晕线。晕线的高点被突破可以看涨，晕线的低点被跌破就要看空。那么这个位置它没有突破，而是下破，所以风险依旧释放。那像走到这里，一个10日星，一个大 K 线，很标准的晕线。它这一根 K 线的高点低点小 K 线的高点低点都在大 K 线的实体之内，而后第二天立马上破，立马出现绿灯，而且10日星底下是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同样的突破，所以这个绿灯呢不需要确认，它就是一个方向选择向上，所以价格 MSTR 最近出现了连续的一个上涨，短期呢2天有1-20%的利润。那么走到这里要相对关注了，它是连续的绿灯，有没有可能出现物极必反呢？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其实前面是连续的都在水下，都在蓝色轴之下，而现在是2025年首次上涨，涨到了蓝色轴之上，所以它是一个变盘 K 线。我们往前面来看一下变盘 K 线的表现。之前这里是下穿变盘低点，上穿是变盘高点吗？不是，因为它的低点没破，高点被快速的突破，所以股价下穿时关注会不会是低点，上穿时看一下能不能突破，能突破说明多头强势，下跌时下穿没跌破，说明空头并不是那么强势。股价下跌这一天是不是下穿是个低点，但低点归低点，高点不能有效突破，所以价格后续还是止不住跌，还是往下跌。好，股价下跌途中从高点跌到这里，而后反弹，这一天是不是上穿 K 线高点能突破吗？能突破，说明多头强势，有效突破说明多头强势延续上涨。低点会被跌破吗？如果低点被跌破了，这就是一个反弹。其实呢，如果这里出现了一个小阳线，就是一个三阳小顶如果呢出现10日星，基本上也是一个弱势表现。所以这个高点附近如果不能突破，而是走弱，已经构成左侧获利了结。如果把它跌破了，那么小心前面低点还要继续下跌。所以这一天是个关键 K 线，关键的变盘 K 线。接下来我们看到 MARA 呢也是出现了触底周的上涨。那么这个上涨是在之前连续的红灯之下转为绿灯，而后略微的上涨。我们有讲过，下跌时连续的红色流出而后的流进，它哪怕是绿灯也要小心，确认一下能不能突破。连续流出之后流进，哪怕是绿灯，确认一下能不能突破。不能突破，快速跌破，绿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股价出现连续的下跌，而后这一天是绿灯，而下方呢不是首绿，这一天是首绿，股价目前也突破了，底下这一天的首绿也是被突破了，所以它的绿灯之后能够延续的上行。而这个地方的 K 线底下呢，它是一个关键的上穿关键的上穿。我们说下穿时有机会是低点，只要不跌破，有效的突破。
而这里呢出现上穿时，我们说它有机会是反弹高点，但也有可能是延续上涨，关键在于它能不能够被突破。所以跟 MSTR 一样 ，MARA 刚好这一天也是上穿，也是关键 K 线，不要被跌破，最好能够强势的突破。那包括 Coin， 我们看一下是否也是一样的，是不是也是同一天啊？同一天底下有一个上穿的绿色柱，那这一天是关键变盘 K 线吧？前方有吗？这一天也上穿了。好，这一天上穿的 K 线低点立马被跌破，高点不能突破，是不是也是一波高点下跌的开始？那么这里又是一个变盘 K 线，高点能被突破吗？低点最好不要被跌破，它是一个三阳小顶的产生。那目前你就以此作为共振，低点千万不要被跌破。如果被跌破，这里是反弹高点，同时还要继续下跌，它的高点要被快速突破，才意味反弹强势并且延续。以上就是1月7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行情走到这里，确实短线有风险信号出现。虽然当下呢没有明显的释放，但阿哲觉得，如果你有所利润，那么短线获利了结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短线持仓来说。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先到此结束，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